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有2位美女跟我关系深了，我们是少时玩伴儿，后来感情啊像家人一样，但实际上很少见面。今天他们俩竟然愿意一块儿来圆桌，圆我一个梦。身体还康健，还行。哎，是还行啊，我觉得这，我现在一般看一人，要是半年以上没见哈，会老一截儿。您倒没这个哦，那就好。先见过马老师。你看马爷这儿子，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么帅。你这话说的，为什么？就是小儿子。我现在变成那个马老师大女儿啊。嗯，这挺会接茬，真是。马老师心里不置可否。你把你心里话借马老师去说出来。咱们不是开始了吧？开始吧，落座就开始啊。你们俩四目对，歌辉四目相望。对，这样，我们俩四目交投了是吧？哎，我发现现在歌辉有点眯缝眼的，那个时候就有点挺媚的，是吧？哎呦，你怎么今天才发现我媚？这太晚了，有点晚了。鲁豫知道这个吗？这干叉子叫什么吗？不知道。它有一名，它一专业术语。叫什么？我教你吧，你就记住。这东西叫舍利。舍利。哎呦，您还给我长知识了。而且这些是舍利，专指松柏类啊，其他类都不算。松柏的活的，活的这种松柏盆景。这种干叉子全叫舍利，人家会说：“哎呀，这舍利不错什么的。”说的就是这个。哎呦，那说我这还有点佛意，是不是？对，人家就诚心往上靠嘛。舍利不也是那个就结晶的那些？对呀，精华嘛。你已经这么有钱了吗，文涛？我真没钱，我太有钱了。原来你是个大款。不是真的，你以后再买这，你找我，我保证给你买特便宜。我真不是有钱，就看见这个喜欢啊，就是哎呦，当时冲动。这种东西都是精神鸦片。对，也是，就上瘾了，上瘾了。你看多好看呢！你看，真是好看，而且呢，跟女子买包一样，都是精神鸦片。那我认识那你是不买，包很容易就过去了，这可能这真过不去。包有的人买上百个包，最后忽然有一天就觉得特无聊这事儿。我也是自我安慰，都一样。我也是自我安慰，我觉得它保值嘛。哎，那天我看您的一个短视频，就拿着一个那个瓶子吹瓶子，哎呦。那是真的假的？我就觉得噱头嘛，一脆就好几千万点击。最好玩的是，我看到那个后边有人评论说：“您给我把第3个摔了试试。”而且演的还特别好，就是他那个剪辑特别好，就要摔，你不知道他掉没掉地上。第2个摔的时候，我还真是吓了一跳。我觉得第2个别说你吓一跳，连我自个儿都吓一跳。为什么？第2个是它本身是个大肚的，它掉地上特别响，它砰的一声。你知道吗？在场的人，所有人都吓一跳。不，那你为什么要整这活呢？对，它肯定传播好。第二呢，
是他在讲一个道理，就这个瓷器一旦碎了，你就是回天无术。但马老师的演技可以，演技对。马爷现在是咱们当中这个与时俱进，走的最前头的。不是我本来也跟你们仨不是一个行当的。不是你走在我们前头，我们仨。哎，那天我是在哪儿听的？你们3个人都是控制人的，我是被控制的。没有，那天我听马老师讲，他以前年轻时候去拍一个电影，拍电视剧，对。后来说幸亏没演，说幸亏没有上映。当时想，我这包是左手拿右手拿，我推门哪个脚进？没错。说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抖。我这个好多导演都找我演过戏，我说我演不了戏，我知道我自己。然后姜文就跟我说每个人都会演戏，我说我不行，他说都行，他说我使的全是那个不会演戏的，跟我说过。你自我太强了，不是自我，其实演戏是可以的。我那时候演戏，第一呢，因为演戏他有时候他要求，你比如咱们说话是有距离感，我跟葛辉这说话有距离感，他让我跟那演员站这么近，他为了收到一个镜头里，那我们生活中不可能跟一个生人这么近距离的说话。然后他马上就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了。嗨，你要说这个，上回冯小刚那个什么《非诚勿扰》，让我演一个就是舒淇喝大了酒，跑那个洗手间跟那儿吐，我就演一个在那个公共区域一个就不怀好意的一男的，好像呼噜他的这个背，这是干嘛？想跟他搭讪。我就发现你舒淇，那舒淇就穿着一个那个背带儿，背上光着的，就一带儿。咱这要真演戏了，我发现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做得到，但是让你演，我不是真演戏，我不知道，他戏里戏外都做不到，我不敢放人家那裸背上，我就把手呢掐在他那个就有点布的地方，我这样，还是人家舒淇爽快，舒淇放这儿。我觉得太冷静理性的人不行。对。我整天就我自个儿先审视了，你这干嘛呢？对，你完全不会了。而且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就是真的说是投入了吧？可能咱们这个跟他那个演员出来那个不一样。对，就是当年我们拍过一个那个肥皂剧啊，什么老豆酒吧，老豆酒吧。哦，老豆。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老豆酒吧所有名导都导过。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戏呢，就管虎。我记得管虎，我跟李成儒对戏，我就演一个我要发脾气拍桌子，开始说假嘛，管虎就给我讲半天说抽根烟。然后就说你得真生气，我真做到了，我就这脑袋一晕呢，哇，真的像这我但是我把李成儒吓傻了，所以我就知道他也不是说咱真生气，咱们的分寸拿捏不好。对他那个李成儒怎么了，文涛？所以我当时特别有自知之明，有个导演找我说：“哎，你来试个戏，我们觉得这个角色特别适合你，女主。”我说我不行，他说你试一下，这个人物需要会说英语。我说我真不行。他说那你觉得谁行啊？我说说英语，我说什么张曼玉啊、陈冲都行。后来我跟同事讲，他们说你太不要脸了吧，你把你自己跟那个国际影星放到同一个档次上。但马爷，我为什么说？我说你这脸自然好像有戏，就有表情感。还有他那个语言那个调，你比如说他要阴险的，你就肯定真的你面无表情。对，就比如说演个黑社会，对，不是，就表面黑社会，就背地上倒腾古董。哎呀，我那天发现，我当时拍这个什么老豆酒吧、老豆家亲啊，什么后来我都忘了，于谦儿都去过我那儿。这是强子吧？可不是强子。你怎么长成这样了？你呀，多英俊的小伙子啊！拉拉手。你好。小帅哥，今年多大了？20。你真会开玩笑。看你的样子，怎么可能20呢？就瞧你这肚子，你最多也就18。就是今天的火的这个演员啊，我就记得有那个刘威都闲着，我就记得有刘威对他每次都请一个客串的，所以就今天成名的这些腕儿啊，那个时候他们好像还没火你当时对人怎么样？你没有拜高踩低吧？没有，那时候我是最不会演戏的，演的我都没自信心了。你知道到后期啊，我就借故不去了。这个刘威演我哥，
叫窦文什么，就他来撑场子，他们就演。一说老说，哎呀，文涛在香港工作忙，这礼拜不回来了，就他们弄得挺热闹。其实中国这种就是随拍随放的这种戏，一直没活下来，就真没有好戏能活着。就过去我爱我家，就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它也不是那种就是边拍边放，它就是那拍完那些本子就完了。您说那种，它是真的是现场有观众的那种。现场有观众，但是现在你要想拍这种随拍随放的，实际上是跟着时代一块走，就每天发生的事儿，算是时态剧吧。就是你今天发生的事儿，明天就听到了，是吧？比如今天北京起冷，然后第二天呢，你那个肥皂剧就出来了，说怎么这么冷啊？这不该这么冷了。这台词听着很简单，但是他感同身受，就是我们最近什么流行什么说什么，是吧？哦，那太难了，那太难了。是的，好了吗？好了吗？好。马爷今天得允许我穿个红的吧？我这一生啊，两大闺蜜，半生，咱们在仨就半生缘，半生闺蜜，他们竟然愿意，咱一生缘不了情。刚出生咱就一块儿了，还有后半生，对，你给咱们仨指出了以后的希望是吧？对。哎，他们俩能够一起来圆我这个梦，我就跟过节似的。那当然，我们是冲着马老师来的。不是，我也冲马老师，也冲你，怎么样？你只有你像主持人。对。其实我跟他们俩认识时间挺长的了。也对了，我认识她时候她是一小女孩。你认识她的比我认识她早。对，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央视的主持人呢。那个时候，他最早不在央视，他那时候还上学呢嘛。对我们俩其实都没有进央视，就是在那儿做个节目。做节目，对，那时候认为央视的节目就是央视，对，现在都无所谓了。现在咱说句得罪他们的话，说没电视了，家里真没电视了，把电视给剔出去了。其实我们仨也都已经离开电视阵营了，算是。对了，对吧？但是我就说了嘛，这方面我们仨先后，比咱们走的最前的就是马爷。对，那家伙整天摔罐子都出来了。对，马老师现在做的最年轻和最前沿的事儿，真的就跟最老的物件打交道，但是做的是最前沿的事。主要是生怕被时代落下。哎，你看刚才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马爷您有这个紧迫感？我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我要是退隐江湖就退隐了，但是人总是要做点事儿嘛。我这人还是从年轻时候喜欢凑热闹，就做了这么多事儿，只不过是年轻时候这个热闹愿意凑，那个人家不嫌弃你就去嘛，就这个。哎，但是您看，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凑热闹那个点儿，对，这就是个能力啊。我很多时候我想凑，可能凑不进去呢。哎，就是时代列车的问题，是吧？时代列车的问题，你爬不爬得上去？咱们这是个系列剧，是吧？对，时代列车。戈辉，你这些年时代列车是爬上去了还是掉下来了？我跟着列车跑，好不好？戈辉现在是运动健将啊，你介绍一下。哎，怎么运动健将？我经常说我现在是一个半专业的运动员，我打球啊，打网球就打得很痴迷的那种。就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会去参加这个群众业余比赛。什么样的比赛呢？就是男女老少，小到这个10来岁的孩子，这个长者到大概比如说60多岁的人，男女老少不分年龄不分组别，你就打比赛，大家真的，我就是曾经就是面对过大概10来岁的小朋友，人家打得贼老好。他体力好啊，对，然后人家爷爷奶奶陪着来打比赛，然后以为我也是爷爷奶奶呢。对，戈辉到哪儿都是正能量，你发现吗？他简直是从当年打羽毛球，对，咱们3个打羽毛球，你们俩我可没打，我躺着打。这争风吃醋啊！对，他窝在沙发里。没错。他真的当年就打羽毛球，现在打网球，然后滑雪。
我的天哪，甘拜下风，真太厉害了，特别有活力。你去玩2下你就知道那玩不了，追不着球。我试过，我试过，马上就不行啊。教练给我发球说你接着，他就这样扔给我，我就打过去。5分钟之后，教练说停下来，看了看我胳膊，说你不要打了，你去洗手间用凉水冲胳膊。我的胳膊通红，对。然后到中午之后，眼看着我的手就拿杯子就哆嗦，拿不了。之后1个礼拜刷牙就这样。其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打网球和去参加比赛哈？就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比赛前我突然觉得我紧张。我想我就是在那么大的这个，比如说体育馆里主持，我不紧张，为什么会马上要上场我紧张？后来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就问了我3个问题。她说第一，她说。妈妈，你这比赛有奖金吗？哎呦，我说你以为是4大满贯吗？哈，我说我这个得到的奖品经常是1双运动袜什么的。这个，他说有转播吗？我说你高看妈妈了，我要打到有转播的比赛，那可能是下辈子的事儿。他说，那有你认识的人在为你加油吗？我说基本上大家各打各的，也没人搭理你。他说那你紧张个鬼啊！你女儿可以给主持人上课。就其实真的，我觉得她一下子就是戳到我了哈。那你后来那场紧张了吗？还是不紧张？你女儿一说以后你就不紧张？对，我以后就越来越不紧张了，就是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嘛。哎，所以啊，这个也一行有一行的这个技能，对不对？我们今天请俩主持人来啊。聊聊，咱从一个技能开始聊，就是什么呢？应变。哎，马爷，您这也是大拿呀。就是他们现在一说这个应变，就给我讲这个当年倪萍什么春晚，突然间念电报，就说有然后那个没拿到突然就是4张白纸，然后愣编全国各地的这个贺电，就说哎呀，这多了不起。我觉得鲁豫也有这本事。你知道这个事儿，我听了一个以后，我会觉得，哎呀，因为都是主持人，你就会有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兔死狐悲，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时刻你怎么做都不对，你做的话，别人会说，那你怎么可能在那样一个场合，你编出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它不真实。但我不编的话，那几分钟怎么办？死亡几分钟，那锅也是我的。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就是左右都不是。真的，你就瞬间你就兔死狐悲，所以你讲这故事，我不会觉得应变能力的那个了不起，我只会觉得险过剃头。不是，你记不记得咱们3个人当时在那个香港，做戴安娜王妃葬礼的转播，那个时候不也有这种问题吗？就是他信号过不来了，或者就是说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需要去用话来填补的时候，那香港导演就会跟你说琛。但那个时候这还好，咱们是讲一些背景相关的信息嘛，就是那个时候你不会有这种，哎呦，我这话我还得再说多长时间？大不了不行，我问文涛你怎么看？不，他说你这样啊，这是2个场景。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就转播像戴安娜王妃葬礼这种场景，这个严格说，这个空间是可长可短的。对。但你程序化的，像春晚这个上来一个是没有伸缩性的，那倒是，那个是严格说，你这时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是时候你播新闻给你一张白纸，我看看你有什么应变，你除了崩溃，你不可能应变，因为那就更死了，就没有空间了。马爷，您就是当然对我来说是老段子了，但是您讲到这儿，我还真的就是亲身经验过。我原来不是曾经当过那个一阵儿新闻主播那个时事直通车嘛，后来就是有观众写信说此人报新闻不可信，给撤下来了嘛。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报新闻的时候，你知道现在都是电脑的那个自动提词器，它有个大罩子罩在镜头前面，那个新闻实际上都是擦出来的，滚动出来，你就这么读嘛。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自动的，是要脚踩的。对，我当时有一只脚踩。对，这个播音员我在这儿读着，他这个踩的一个是往前进，一个是往后退。为什么往前进往后退呢？就是去广告的时候啊，这个播音员他踩这个往后退，就是回来，他再先看一遍嘛。然后呢，就是广告完了又开始了，他把这个方向再调过来，再踩那个往前进的。就我呢，就是广告的时候摁那个倒过来往后看。但是我忘了在踩那个往前进的，结果呢，它都是直播呀。结果那个咵就广告放完了，开始，
我一踩，我说这新闻怎么越读越少？他那个字儿越来越没了，你把反方向。然后，哎呦，我当时就紧张的，就是我这个脚啊，就在底下找那个按键，这一边读着一边找这个按键，老找不着，你知道吗？老找不着，最后眼瞅着，歘，白纸，稿子没了。然后您知道我怎么应变的？是广告之后见呗。不是，我说下面的新闻您看看就知道了。这是在我们台最有名的，你知道这也算应变。我跟文涛有一次，我们俩是做那个就某个发生在香港的一个大事件，然后咱们俩中间就是一直直播嘛，就现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要介绍一下。现场出现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社会名人，然后文涛说：“你看有谁等社会贤达。”当时我说这词儿特别高级，因为很少用社会贤达。然后他那一趴结束，我们说广告之后再回来。然后我说文涛，你刚才词儿特别好。话音刚落，那门砰就被推开了。我们一个领导过来说：“文涛，你们别瞎说，怎么说社会闲杂呢？”然后原话，我当时懵了，说。人家就算是社会闲杂，你也不能这么说呀。然后门砰一关要走了，我们俩就面面相觑。哎，对。文涛说：“我刚才说什么了？”我说：“你说社会闲杂呀。”社会闲杂，社会闲杂，对，这个很容易，一般来说很容易听错。对，还有就是你认为是社会的各类闲杂。但是可能站在观众的角度上，他就觉得就是闲杂人的，对，所以他很容易理解错误，所以要配字幕。哎，但我觉着马爷这张嘴，他虽然不是干咱们这行的，我觉得您就以反应著称。那也不是，不是您觉得我现在碰见比我岁数大的哈，我都喜欢问他们就是年龄的感觉。您觉得您这个口才、反应能力，年龄增长能看得出变化吗？能看出，最好的时候早过去了。您这么觉得？我认为，一个人反应和社会积累最好的时候是40岁到50岁。我也过去了。那我们都过去了。过去7年了。那我们都过去了。50岁的时候，你比如我去做那种就是辩论性的节目，而且不提前准备，不知道辩论的题目什么的，那就是全神贯注的在听别人说，然后呢，嘴上的所有的表达，严格意义上讲比想的还好，就比你脑子想的还好，它不会有任何一个词儿被一个弱化的词儿替换掉，不会。50左右还好，因为现在人的身体都普遍好哈。但是起码是到60岁以后，他就是好多词儿不跟嘴，就是你脑子想的那个事儿，嘴出来不是那样，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差一个等级，就力度不够。是张嘴忘词儿的感觉？不是忘词儿，就是因为我们会，比如我会长时间，比如几分钟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会说完了以后有后悔的感觉，就有些词儿没说上。我原来不会。原来说完了，觉得我说的比想的还好呢，是这感觉，明白吧？哎呦，您讲这个，咱们都过了50，而且能长时间的，就是不打磕巴的说话。现在老打磕巴，哎呦，那我早就打磕巴了。人肯定是，我认为人的语言机能是弱化的，就越来越不行的。所以我原来就是说，这个咱们挣钱才做节目嘛，对吧？对。现在最近我开始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有时候不挣钱，能说就且说说吧。再过几年，没准没这能力了。但其实因为我们3个人在台上经常一起嘛，原来在那个香港的时候，我们仨其实还是有一种能力的，就是，我们仨那真是，就是尤其是我们3个同时在台上吧，就你能够明白，就他能够接得住你。他也能够自个儿独立成章，就你把自己管好，就万事就对，不会出问题，绝对不会出问题。然后咱们仨每次上台就是一个人就起码得7、8分钟的，哪7、8分钟啊？香港回归60小时播不停，60个小时3天嘛，对吗？我们这一个人就车轮大几个小时啊，哇哇哇就全靠说呀。所以我是觉得啊，马爷您也别这个低看自己，不一定，您主要是啊。我觉得是岁数越大呀，环境越来越不会给您出难题了，人家都尊重您、照顾您，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我老觉得啊，
人有自己想不到的能力，你没出现在那个沧海横流的那个市场上去拼搏一下。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能飘多久，就这意思。沧海横流，我这一木板能飘多久？飘多久？哎，你说很多年轻人也喜欢问，就是说你们都是这应变反应啊，特别有经验的，这玩意儿能学吗？好多你看，学它干嘛呢？好多，哎呦，它很多职业需要，不说职业需要，生活就需要。你知道人普遍的一个后悔就是，哎，我当时应该说这句话呀，怎么就没说呢？我觉得应变能力其实呢是一种积累，一个是积累，一个是心态。就刚才你说那个，我们仨在一起有一种能力哈，我觉得这个能力可能更多的是本能。其实它是一种，就是我们自然就有一种场，你说它是能力，我们刻意培养过吗？我们从来没有过，但它也是积累啊。它可以适度的训练，比如我们举例啊，你刚才说没人来难为我，其实，从我本意上，我希望人们适度的难为你，哎，因为适度的难为你会激发你一些忽然迸发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不说是谁，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主持人是个歌星哈，咱别说人名哈，我去做很多年前我做的一个节目，人家就说呢，说这主持人特别爱为难人，我说我最不怕为难人了，我说他为难我，我说你看我怎么为难他，因为你知道你们都做过各色人等的采访。如果不配合你，就是为难你。我不回答你的问题就很难啊。这采访，他让我讲故事，我讲故事。我当时买了个什么东西，我说那东西太大，那当时没有运输工具的骑自行车，我就回家去了。我说回家，我拿了一条毯子，就是包装物嘛。我马上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毯子你知道吧？他就觉得我要下套。然后他才愣着结结巴巴说毯子大家都知道。我说我又顺手拿了根绳子，我说绳子你知道吧？他就崩溃了。这就崩溃了。对，因为所有的主持人都认为我是主动的。对，你不会被反问哈。对，你反问他，其实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就是要调戏他啊，因为人家告诉我他会为难你吗？我先为难那天。别提他多顺溜了，就2下他就顺溜了，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容易配合的人。其实我很容易配合，但是他那时候在您说毯子、绳子之前，他为难您了吗？没有，但您只是先防御，我先弄了他一下子。你也看得出他心里设防，就是他可能进攻惯了，然后人家突然就，如果要是马先生问我们说，你知道毯子吗？我们说啊。毯子知道，但我可能愣了，我可能会愣，因为我心里不会说就是很崩溃，说哎呦他要干嘛？他要下套，我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会愣一下，因为我觉得马老师讲的所有毯子、绳子可能都是某种古董。就是你怎么回答？他要问，我说我知道啊，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回答问题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老实回答是最好的。对，我不知道或者我知道，就是当时的感受都没事儿啊。你说我知道毯子，但我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毯子，都可以对付，对吧？因为难为我的都是不告诉我嘛，或者他为了节目效果干什么？几次，一次是做一个节目，这主持人咱别说到时候好像我说那坏话，他就突然他就说我们说快完了那节目，他说我们现在网上有观众向马老师提问，可以吗？那我当然说可以。第一个提问就说马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太主观了。就马上就说这么一个，那这个大部分人会防御，说我说的不主观什么的。我上去第一句话就是我说的都是主观的，我只代表我自己，就是主观的。我不是调查公司调查了1万个样本，我组织一个这个报告给你看，那是客观的。因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呢，容易否认就是一般性的社会认为的弱点，比如你主观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儿，对不对？对，说文涛你这事儿太主观了，本身这个词儿不是一个表扬你的，所以大部分人都不认这个账。我上去就认账，谁攻击我的时候，就是这种我觉得叫适度攻击啊，我就会认账。认账以后，我再解释我为什么是这样，就没有问题。你这个是可以学的、教的。会有主持人想为难嘉宾吗？当然多了。
我从来没这个想法。没有，是因为你们这个都是所以你成不了世界最知名的主持人。不是，世界最知名的主持人都是以为难人为出名的。河北最知名的我也够不上。对，但是为难人是永远不会有效果的。哎，你你不是你这是你的专业，你的英文太好了。那个原来那个美国最有名的那个主持人不叫华莱士嘛？啊，他不是采访希拉里嘛？希拉里一开始有点害怕，就是因为他很刁钻嘛，就问的问题那都是实时转播的，你没有任何可以就遮掩的嘛。希拉里就是多少有点就是不太愿意，然后经过了数次沟通，然后开始采访。希拉里一进去，他夹着包进去的第一句话就把人问死了。你知道他怎么问的吗？他说：“听说你很怕我采访你。”这句话我怎么回答？作为希拉里，他怎么回答这句话？就实话实说，我是很紧张。对，这就好。刚才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没有办法的时候，越老实你越好。我是很紧张，因为久闻您的大名，你肯定会为难我。好，你看这应变能力就极强。你强，我学会了，现学现卖。但是大部分人会说，我不是，你不是你就等死，他准有话跟着就上来了，对不对？承认，这个是可以教的技巧，对不对？其实我这些年越来越体会哈，你千万别总为了应变去抖机灵，因为观众的眼睛越来越雪亮，就是你的那个背后的内心心态啊，人家看得一清二楚。你聪明，那比你聪明的人多的是，所以你就老实、坦诚、善意。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教给咱们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最好的法宝。哎，对。我现在觉得这人跟人呢，真是就是赤胆忠心最好使。其实这是个修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大部分人总是希望别人把自己看得比事实上好一点，你知道吗？就此一念就是磨坑，对吧？哎，就是你承认你自己，你就是衰到地，对吧？他也是个石头，那我就是个石头，其实可以坦然面对一切。今天我们都能坦然面对这个事儿，是因为年龄。你20、30岁时候火气壮，而且你不认可，意识不到。对，你知道人呐，自我反省的能力越早，这人就越能成才。大部分人都是人逼迫你反省的，就是你撞了墙了，你这个事儿办砸了，你才有经验。一个人，我听过一个非常这个有成就的一个企业家说过一句话，因为他管着很多人，他就说40岁以下的人如果能反省，这个人就能成事儿。过40再反省都晚了。但是大部分人40岁以下是不能反省，因为火气壮。你凭什么说我啊？就你上回还怎么着，这都肯定都是你老底儿。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反应，我说希拉里那个例子，他马上就说的很对。如果他20多岁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这么说。他是年龄决定，我相信有可能。对，那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你觉得我就不能把我的所有的弱点都完全暴露给你，本能的防御心就来了。但我就觉得我现在我有一个改变，我会觉得我们做节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节目，但是对被采访那个嘉宾可能是他的某一段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本能，当然我第一我是要跟你聊天，但第二我需要保护他，所以我的本能可能我要去保护对方。我觉得我有一次，我觉得我自个儿认为我做的就挺稳妥的。直播到直播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聊到那儿，话赶到那儿，然后我就让他就说了某一个问题，不能说什么问题，然后他给那个人讲话声音很小很轻，他讲了一个答案，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如果我给出我任何的反应，对他都会不好。但是呢，我当时我就瞬间我想 ，OK， 因为他讲话声音很小很慢，我就假装他没有说。我让他过去，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保护他的方法。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结束时候已经快出字幕了，就是如果那时候你听到了某些声音的话，如果这个主持人就是非常震惊的说：“哦，我们这个节目到此结束，拜拜。”他会认为我听到的一切都是可能我听错了。我觉得这是我那时候做的最好的保护他的一个方法。所以你还是很善良的，不是解决问题。不是，这在我们专业来讲啊，您跟他说的这个为难不为难呢，是2个问题。这个新闻采访，他有的时候是不得不为难对方。跟你不说实话，因为这个记者他是代表质询，
对吧？对，他有这个所以我总是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记者呀，跟我们这个聊天节目主持人是相反的。记者是挖空了心思想问出你不想说的事情，但是我说你来聊天，反而这嘉宾来了，我都问人家有什么不想提的吗？那怎么不想提的，我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相信，对人别给你逼的，给你下了套，说出这些个他自己不想说，说完了后悔的话。对，有收视率，但是让人畅所欲言，说他爱说的，我觉得一样精彩。那当然，你这个谈话节目可以，但是采访的时候没有时间。那采访过去有电视的时候呢，看新闻采访，我看过很多，有的那个记者拿着说，那人呱呱呱说了一套官话，那给那个记者气的，因为那官话他不能用嘛。他说你在家里也这么说话吗？那个被采访那个女的说：“我在家里也这么说话。”那人就走了。这个是播出来的吗？播出来了，整个这个新闻就播出去了，就是完全是这么好看的新闻，官话套话，给那个记者就给逼急了，说你在家里也这么说话吗？你这不是气我吗？对吧？那套官话的那套嗑都特别圆熟，所以我觉得在公共面前都是先采取防御态度，保护自己，所以话说的都比较模糊。很少有人上来义愤填膺的去说一个问题，他真的义愤填膺，有时候说的有点过。是。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每个人对着这些年是因为手机的这个太多，大家已经慢慢习惯这个视频。过去你们当记者那会儿，大家都那个大机器一扛，很多人的汗就多少个人当场的汗就下来了。对。那时候都没受过这个。而且呢，就是这有一个很微妙，我觉得这跟文化有关系。就是说，你看，我有时候觉得啊，有些时候因为不了解我们主持人这个专业哈，我觉得有些时候对主持人的评价是不公道的。你比如说中国文化当中啊，有个潜意识当中的尊卑。比如说你像西方那种文化啊，也是因为他们可能一直比较习惯于这个记者呀，或者是主持人呐，咱叫平等，其实咱有时候看着就是挺厉害。但是呢，他们可能习惯于从小受这个辩论呐，这种习惯于这样，这个要叫我说就是都梗着脖子说话。但是你看，我要是碰见可敬的嘉宾，我就我这脖子都就。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本能，就是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我们的一些人呢，他也有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弱势。就如果你这个主持人呢太强势了，他反而是被抑制了，他就发挥不好了。本能的，我会采取一个卑下的态度。如果卑下能够让他自信，能够让他敞开了说，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跟文化很有关系。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这个澳洲啊什么的，在那个大铁桥上，那么一个咱俩一块儿走澳洲铁桥。哎呦，你看看，处处都有咱俩的踪影。为什么你们曾经走澳洲铁桥，然后你们还曾经在什么地方游泳？在非洲的一个酒店里，都是工作，为什么不是我们工作的巧合？我们俩更没法说，我们俩在非洲，我还有个 Alice， 以后再说。我们俩太不是 Edison， 不是 Alice， 一个很可敬的黑人女士，也跟我们发生过故事。那天那个毕飞宇老师跟我讲，就我们参加一个活动，他就说我告诉你，说但凡是作家，10有8九，你问一个问题，他会先否定，他说不，但是之后所有的陈述又都是符合你刚才讲的，说你记住这一点。说但是呢，其他多数，比如说别的界别的公众人物，他都会本能的说是，但10有7、8，他说的是否定你讲的。我想了想是有道理的。你讲的这个更引起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你发现没有，马爷，很多人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不是，对吧？聊天是不是？很多人口头不对，其实他下边说的跟你的没什么区别，就是好逆。这个你知道他是为了找自己的存在感，还是什么？杠精吗？你指的是？他不一定是杠精，甚至有时候我也是这样，不。就像说，这就像说一个语气词一样了，简直就是很本能的，就是不，你看，尤其是北京侃爷在一块儿，你发现没有？他骨子里吧，我觉得他要争夺话语权。他争夺话语权的方式呢是不对，您觉得是不是有这现象？对，他逆着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
继续延展话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节目已经死去好多年了，可以说哈，做节目那主持人跟我说马老师，你来帮我们录个节目。那时候因为大部分人都对这个文物都一无所知嘛，就把我叫去了。叫去了以后，景都搭好了，也跟这样的那阵势大。最后说主持人说开始吧，开始吧，就坐着对说哈。主持人说，我们知道粉彩是雍正时期创烧的。我说不对，是康熙。哦，说没关系，咱们重来。说好了吗？好了，开始。我们知道粉彩是康熙时期创烧的。我说是康熙晚期。停。说怎么是康熙晚期？我说就是康熙晚期。说好，重来。我们知道粉彩是康熙晚期创烧的。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我没法再说话了。我说什么你都要停机重录。我说了，粉彩是，你说雍正，我说康熙，你就马上就问我为什么是康熙，对不对？或者你说康熙，我说康熙晚期，为什么是康熙晚期才出现？多好的话题，真实的对话。你把所有的知识点。作为一个我跟那个主持人说，我说我告诉你，专业上不懂是你的长处，懂就是你的弱点。你假装懂没有用，给你写一堆稿子，你把这些点都背下来，然后你又不懂，你只是这一瞬间知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但是马老师，这点我要，他很多主持人他一定要把这个知识先背好，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这对于放到更多的这个。观众层面他会不接受，会觉得你身为主持人，你的基本功课没有做呀。他会认为这属于基本的信息点，是康熙还是康熙晚期还是雍正？没有，这个其实呢，就是你在这个你的事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哈，你真的是心态会不同。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会装知道，对，但是现在我们会装不知道。对。有时候你作为主持人，你有时候是为观众发问，就是他要有兴趣，他要有一些问话。如果两个专家之间的对话，你等于忽略了听众，你说那都太高级，咱听不懂，所以就要有一头装傻。但是你不能请来一专家哈，你让专家装傻，你装明白这事儿，这成相声了。没错啊，但是呢，这个跟这个，我看啊，跟这个看这节目的人，也有关系。就是今天这个人的心理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捧一个必须踩一个，这样我能理解，说话他就更有力，对吧？就像妈妈说话一样，你看人家歌辉，对吧？就是他要表达对一个的赞美。他必须扮以对一个人的踩和，你知道？我发现很多时候主持人就扮演了这个角色，说你看人马爷说的多好，这主持人傻，这主持人提这问题，对吧？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我小学老师讲的一句话，世上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对吧？不知道就问嘛。但是现在你知道，就像你说的，很多刚出行的这个主持人来，他就怕，说你怎么这么蠢呢？连这个都不知道，连这个都要问，对吧？于是他产生了一个自我表现的焦虑，是不是？都会有的。我刚刚做这个名人面对面访谈的时候，我比如说采访科学家，我也会怕，我就特别怕我不懂嘛，我就会看好多资料。这你怎么去看呢？真的就是专挑那个专业术语说，然后呢这么说完了以后，那人科学家肯定表，哎呦，这个真好哈，你这懂这么多呢，我就心里就很踏实，就有这么多呢，真的。你是但是你真不容易。考试去的时候，这些主持人不做，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他说的焦虑我有啊，我就很怕自己觉得浅薄了。啊，没做好功课了，都怕。我们上新闻课，老师讲的第一招采访招，就是你身为一个年轻的采访者，比如你去采访马老师，你怎么让他能够就是看中你，否则会觉得你一个小孩来问我，把你的问题当中罗列很多关于他的背景知识，这个背景知识跟这个问题根本无关。他会说，比如说马老师，我知道您曾经上过什么什么学，在哪里插队，或者在北京，罗列一切，最后只是问你今天您过得怎么样？以此来凸显，你看我对你很了解，你对我的问题你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用过这招，所以你看现在的风气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说干我们这行的，就包括有的记者，他把提问题来当成了表演的机会。一个新闻发布会哈，这个真不是个仪式的场合。我们这个
穿的哈，哎，我跟要唱美声唱法似的，那个范儿起来了，那个范儿，对吧？就是所以你到最后采访和被采访的行为变成了一个表演。是他这个从小是这样，因为我去过一个小学哈，他有一个讲坛，他让我去讲这个教育问题，反正我就讲完了。讲完以后，校长说马老师你能不能屈尊？我们有个小记者采访团想采访你，我说可以。然后我就到那休息室了，然后就进来3个，小学啊戴着红领巾，先第一个女孩冲上来就把问题问死了。因为我当时是没有太大的思想准备，那小女孩上来以后，啪，先敬个礼，然后说：“请问马老师，你是怎么走上收藏之路的？”就是一大而空泛的问题啊。然后我一想，孩子这么小，为什么要说这么大空泛的问题呢？我就说，我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的。讲得好。然后呢，就是你装成一个大人说话，我就装成一个孩子说话，孩子的逻辑就是这样。就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然后那女孩，她可能认为我在调戏她，那女孩双泪长流，一下就让我慌了，你知道吗？我说哎，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再跟她讲，因为我这个儿子小时候啊，我那时候教他生肖嘛，就是属什么属什么，他有那时候感兴趣，然后他就上邻居家，一进门就说王叔你属什么？那王叔说：“你爸属什么呀？”说：“我爸属羊啊。”说：“羊下面是什么呀？”儿子说：“羊下面是腿呀。”哎，人逻辑是对的，对，羊下面是猴，是咱们人为定的，对不对？对，所以这就叫孩子的思维。哎，这孩子的思维有禅机，其实有的时候从这里边能产生艺术，产生灵感，就是这是一种观察。我们成年人已经不会这样观察问题了。其实就是说一些真的够得着的东西。对，最老实的人上面是头发，你成年人会这么想吗？但是孩子多朴素。所以孩子的话，有的时候是哲理，有的时候是诗。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我让我女儿替我拿着那个咖啡，咖啡不是有托吗？等她还给我的时候，她就说：“妈妈给你咖啡裙子。”就是那个小纸托，妈妈给你咖啡裙子。是啊，这是。对呀，我带她去滑雪，然后呢，她那么矮，我抱着她，把她那个下巴抵在那个窗台窗口上，然后看那个窗外，那个很厚的雪盖住了屋顶，她就说：“妈妈，房子冬眠了，对吧？”就是一个4岁的孩子，毛茸茸的那种。对，他的语言在他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成年文化不断的纠偏的。它本身是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羊下面就是腿，那是对的，对不对？对，人上面就是头发。但我觉得您刚才说那小孩就突然一下哭了，我很羡慕他这种状态。我就他崩溃，我比他还崩溃。我当时恨不得也双泪长流，就跟他就对上了，给小孩伤害了，是把小孩伤害了。但是我会觉得，你看小孩的本能的真实，作为我们大人已经要把这个真实的反应，你要给他压抑住。就你当时可能，比如说我，对，你让你小孩，就是作为我们的话，可能会特别尴尬，或者不知所措。对，你想哭，你不敢热泪双流，你只能够，如果能够回到孩子那个本能，我此刻我也被伤害了，那我哭吧。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对。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我从这个小孩问问题，我就说开啊。你们都是很好的主持人，采访过无数个人，问人是个很难的事儿。你觉得问人家还不容易？你不是你多大了，哪儿的人干什么？这都是很啰嗦哈。因为我有时候做一些演讲，上大学干什么的，底下发问呢，基本上是大而空泛的问题，啊，你比如你问我中国文物将向何处去，上哪去上哪去，对不对？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公共这个场合提问的时候，其实提那问题都不是他自个儿的问题，是他设想了一个高点，从那个地方出发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其实愿意回答人问题，但是每次演讲完了都是这个问题。因为人在那时候有一种表演型人格，他会认为此刻我不是要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而是问一个别人会觉得很牛不丢脸的一个问题。那您曾经简单的说不够你发挥，没什么意思。那曾经问过您觉得特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没有，我印象中有一个人特逗，我那时候在无锡演讲完了，第一个女的叭就站起来了，说马老师，我儿子也姓马。
然后我就愣在那儿，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你应该说你丈夫姓马，什么你儿子姓马？可能一听啊，然后呢，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吧？也哄堂大笑。马爷慌了。反正这问题的开场还挺好的，对吧？就是来这个就是开场嘛，各种笑话，问的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我真的是觉得，问问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能力。我们生活中，我老说跟生人交往，问题不能超过3个，3个问号以后，人家就不爱理你。你得第1个问号，你就把话题岔开，最多第2个问号，是吧？你比如说文涛，你哪儿人？你说我河北石家庄，石家庄我去过啊，那地儿旁边有个地方，有个庙什么的，你能把这话就扯开了。你哪儿人？石家庄，你在哪儿读的书啊？你读书以后上哪儿去了？他2下你就不想理你了，对不对？问话绝对不能超过3个，这是一般交往的技巧，这是可以学的。就是你在他问话最多第2个问号的时候，你要这个在他的这个话题之内岔开你所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你哪儿读的书？你说武汉大学是吧？哎呦，武大我去过，你们那个樱花特好看，你可以扯，怎么扯都行。哎，你说他这马爷啊，他这个人生经验丰富啊，他就什么都有招了。你知道我啊，就曾经琢磨过很多这个招。小时候啊，弄什么演讲术啊，是这些就瞎琢磨，最后我也烦了，而且我也发现我也不是那人，我觉得我也根本不会什么采访，也不会问问题，最后我觉得我终于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什么呢？还就是您说的，老老实实的，我就是我，其实就是存着一颗心，因为我对他们特别好奇，但这个好奇是真的。我可能问题问的也是嘴里拌蒜，所以你比如我现在要碰见一马爷，对吧？我也不知道怎么修饰我的问题，但是我只是知道，就是怀着一腔这个心意。哎呦，马爷，您这一辈子故事太多了，对吧？你给我们讲一个你的恋爱的故事，我可能是我提问题像导演，就是我根本不，我就直接就是目的就是咱直来直去，就是我好想听你说说什么，而且我这个从心到嘴啊是一致的。是真的，别人你像我这个经常受人误解，老说我那个左拐右撅的给人挖坑，我还真不是。我说我哪有那么明白，我就是聊天的时候，你看你说了，我就想到这个了。我说这个真有意思，你给我说说这个，我都不会问出一个问号来，就是没有语言了，就是这个心直接，这个心意直接输出去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即便你对那个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但是那种主持人的状态，那也很累啊。我是他恰恰想说的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要状态，就不要技巧，不要方法。对，但我的状态是我好奇，所以我就想知道，我就对他们讲什么口才啊，或者讲什么，我不太明白这些，因为我觉得哪怕是笨吃呵呵的一个人，你爱他，我觉得你就会表达出来。不管你是笨吃呵呵的表达出来，还是你是怎么样表达出来，有些人甚至是爱用身体语言表达出来，就他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心。所以我觉得只有感情是真的。你一个朋友你喜欢他，那么这有什么技巧不技巧呢？你就凭着心跟他在一块儿就好了。那是因为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已经具备技巧了，所以你说只有情感。对，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你得跟他熟啊，你一个生人这个很难啊。我们生活中无非就是亲人、熟人、生人3层关系嘛，咱们算熟人。如果我们今天4个人坐在这儿，互相之间既不知底也不认识，那今天是一尬聊，那就看有没有本事把它聊起来了，就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共通的话题，这很难的。您有这本事？没有，就是您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对方长得好看，就比较愿意多说。所以你看，最明白的是我吧？我有一年，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吧。有一年呢，那个就前2年了，叫我说这好久不见了，说来家吃顿饭嘛。我说好吧。然后那天我去了以后呢，我们4个人多少年也没凑到一块儿了。那天在一桌子上说话，就我们4个人呱呱聊，这屋子里还有好多人呢。那好多嘉宾女的都愿意我们上那桌，那多有意思啊！但我们4个人凑在一起呢，就这个什么了，话就落不到地上。就我们4个人聊天，不愿意再更多的人，然后就来了个女的，就说：“哎，因为她不认得我，她跟我不熟，她就不能说我，她跟
手就哎，别老在你们这桌上我们那桌去。那就是说，哎，那他也不能说我不去啊。他说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去啊。但是我们这还说着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嘛，女的就走了以后说什么？说的就太是我心里话了。他说没目的。还就没得聊，明白了吧？我说你在一个桌子上能把话题往下进行是有目的的，所以我每次，我跟你说啊，每次马爷来，我主要琢磨的就是这个问题：目的如何满足马爷的目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啊，你过去你不了解对方的这个行业，你是在沟通中会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今天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天天拿着手机，你每天上去有多少垃圾信息哈，你都不觉得信息值钱。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局上，大家聊完了以后会高兴好几天，能知道很多东西。今天你所有聊天的东西超不过你手机给你的信息了，对不对？你尤其就现在智能，你关心某一件事儿，你看过一次，他叨啷叨啷的就推你，就让你把它看腻了为止，是不是？可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你现在没有这个感受，所以说那往往至少啊，聊天能够说比较厉害的人，至少有信息优势，不管是他以前对，不管是他瞎编的还是什么，是吧？反正至少有瞎编可还行，对，还瞎编的多了，你以为呢？你今天看的那个视频上的很多信息也是瞎编的，它都不是真实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想人的成败，很多事情的成败，就在于啊，别人说一个话，或者咱们就不仅仅说话，你碰到个什么事情，你的这个反应见真章，而且这个反应里啊，能看出很多。你看，我就听那个谁啊，那个李敖啊，讲过一个，也是真实的，就讲这个撒切尔夫人，说。有一次，这个他跟他们那些国务部的那些大官们吧吃饭呢，然后这个一个女服务员嘛，这个 waiter 上来可能给倒咖啡啊、上菜什么的，一不留神，一个绅士穿着礼服啊，咵一下一失手，撒了这么一地。撒切尔夫人啊，撒切尔夫人，你想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一般人肯定哎呀，赶快擦擦，对吧？但是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扑上去抱住了那个女服务员，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这个地方看，就说他知道这个时候最窘迫的不是这个绅士，最窘迫的是这个 waiter， 最害怕的是最害怕的是他是最先需要安慰的。哎，我觉得这种反应确实太绅士了，太绅士了。要是您呢？我有过这事儿，就不是真的吗？讲讲。中国红酒协会成立，露天酒会300人，100人一个长台，白桌布，铺到头100个人，300。他们老大请我去，我做主宾，他这个长桌100个人，他坐在头，我坐他左手第一个人。我上来就跟他说：“我说你们今天这服务团队质量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结果就该着哈，夏天在草地上，我穿一亚麻白衬衫，上来的第一瓶红酒，理论上应该给我服务好的人是先给主宾，然后再给主人这2杯，他先给主人1杯，那杯就扣我后脖子上了，就那手一歪，轰的就那1杯全扣我后脖子上了。谁啊？你刚才说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吸引力法则，真的吸引力，然后呢，我这会儿还什么撒切尔夫人、老人家全都没有。那女孩撒腿就，不，男孩，那男孩撒腿就跑了。这个反应好，他撒腿就跑，我不干了，不干了就跑了，因为这太尴尬了。然后就过来一个女孩。女孩呢，我就说，因为我知道这发火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发火。我说你们那个头呢？他看着我说：“他说我们头今儿没来。”他可能想是他们那特大的头没来啊。我说不是这意思，今天你们谁领队？他说今天没人领队。
然后我这事儿就把我给逼得得跟他讲道理了。我说你来，我跟你讲一道理哈。我说现在我起身走了，主办方不跟你结账，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你这叫什么服务啊？我说你现在第一件事跟我道歉，这事儿就没了。那女孩呢还有点愣，为什么呢？她不是她扣我身上的，她凭什么跟我道歉啊？她就不会处理，要处理说哎呀，我带她给你道歉就完了哈。那我也不能走啊，那你都多尴尬呀！我就忍着呗。这后面一会儿就露天刮着风，一会儿就干了。亚麻布的是吧？亚麻布的，那后边还是一朵玫瑰花。对，后来人家就来了吧？那天就所有人都问我说：“你现在穿衣服这么时髦？”花啊，后面怎么是粉的？后面是个粉的，均油，扎染，有点均油那效果，对吧？我这类事儿多了，能写一本书。我告诉你，整天给人倒后脖子是吧？我跟你讲，是您的体质也有意思。2008年。奥运会开的时候，你知道工体这你都熟，工体周圈起了一大堆高级餐厅，对不对？对，那全是外行人投资的餐厅，那餐厅全是外行人拿着巨款，那时候都是各种投资赚了钱，开那个豪华餐厅，那餐厅都不贴谱。有一餐厅啊，我一进去，我说这一外行设计的餐厅啊，你知道那餐厅为什么是外行的？他在整个餐厅里跟迷宫似的设计了大量的水道。餐厅是不可以的，因为有人喝酒，一脚就掉进去了嘛。结果它的水道都这么宽，然后都流着各种流着，但是它设计的跟迷宫一样，水是走近路的，它不是按照你想象的这么来回来去的走，哪儿近走哪儿，它就会形成有死水啊。由于餐厅的油性大，2-3天不动就一层膜，那水就看不清楚了。它不反光了。对呀。然后呢？它这个有一个水道呢，是贴着墙根儿，因为你不反光怕掉进去，也许以前掉进过人，他呢就把这上面骑着一个案子，搁着俩沙发，结果呢，他沙发和案子之间有这么大一空隙，哎，就这空隙就能让我掉进去，我怎么掉进去的？你知道我怎么掉进去的吗？那时候特别喜欢装修啊，什么各种事儿，我就说这房高还挺高的，大概有3.5米。那人说你怎么知道3.5米啊？我说嗨，我有招。我说我过去，我伸起手是2.2米，你看我上面还剩多少？就你目测，不就我说的差不多吗？这时候我就必须走到那个墙根那儿，我刚到那手还没伸呢哈，先矮了2米，就空了。那个水绝对有40公分深。然后我就一下就踩到底，穿皮鞋，你知道吗？关键脚崴了没？没崴。这事我就说，我说大家都不要惊慌，我出来了，今儿咱们免单了，就白吃一顿。我先这么说哈，坐下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剩来这个结账的事，因为我说了要免单，出了这么大个事故，理应免单，是你们的设计的问题，对吧？我来了，然后服务员我说你看啊，我刚才掉水里，你们都看见了吧？说今天免单吧。然后马上就出来一个男的跟我说马老师，我给你服务过，说呢我们经过这个慎重考虑呢，我们今天给你打个9折。这么抠啊？太抠了。然后我说是这样，我说你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给你讨价还价，啊，我是今天要免单。我说对你们错误要有一个惩罚。哦，对了，我还漏说一个细节。当时我为什么要免单呢？是因为我掉下去的时候，一个女服务员冲上来说：“谁让你上那儿去的？”她说这一句把我给弄惊了。有点当年本店不会打骂顾客，是吧？对，她呲的我一句，让我免单了。然后呢，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进去商量啊。那时候那餐厅人不是特多，他商量又出来一个人，那个人呢就不是好像是新加坡的，因为他们那说话什么管理人那时候都请的高薪，跟我巴拉巴拉白活半天，又打了一折扣8折。然后我说这是这样哈，我说现在咱俩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咱俩在讨价还价。我说这样，我现在满额付你钱，但是你要把过程给我写下来，说客人掉水里去了。对。然后他说那不行，那我说我是不是掉水里去了？我穿一皮鞋。湿着吃一顿饭，你以为好吃啊？那顿饭我半截我就想走了，因为我请客我走不了嘛，对不对？然后我说那就这样，我现在把钱交给你，你给我写个单子，客人掉水里去了。他不给我写，他说不给写我就不交钱，不交钱呢，我只要往外出你就报警，报警以后呢，警察就会写，因为警察说你为什么报警啊？他掉水里不给钱，这时候我会把钱给你，有个证人，
那人看半天又回去了，回去商量一会儿出来说，马老师，我们就决定就今天免单了，就免单了。你瞧瞧，你知道我那顿饭吃的有多亏吗？那顿饭就没多少钱。不是，就是您为这免单死多少脑细胞啊？这家伙这个心思，我以为走出来一个那个服务员说，马老师，我给您服务过，当时给您倒酒，我跑了，变成了斗智斗勇啊！对对对，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都是为他们好。你知道那种就这种流水的槽子那么老深。都有可能把人腿别折了，你要喝大了的。对对。那个餐厅的老板是我发小。哎呦，怪不得！你看看，你看看。咱现在没事播出的时候把这个这俩字给抠了，就哔哔两声就完了。我希望他看到，我希望他听到。交往的朋友这么抠，他能大方得了吗？你不是你们不懂，因为我特别注重所有的餐厅装修，很多餐厅老板我也很熟，我进去就告诉他，我说你那块会出事儿的，他不信。原来我认识一老板家他做的那法餐厅里头呢有一池子，那池子水都没多深。我说你这池子老得掉人，他说怎么可能？我说你看着，半年以后我再去的时候啊，他那池子就不放水了，搁一乐队在那乐池，是因为老掉人。因为他那个楼梯下来以后啊，一拐弯就这池子，喝点酒的人就看不见，你知道吗？它不是你家里。对对对，这个真的有时候跟公共安全，不是经常有那个上厕所推开门就从3楼掉下去了吗？那个不是经常，就偶尔有一个对。但是这个你们这样看起来哈，这其实服务行业哈，它因为跟人打交道，还真的是应该经过一些培训，就是怎么样去应变。你看，我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在餐厅吃饭吧，我特别好脾气、特别包容的人，但是有一次呢，我是在一个面包店里发飙了。对，我先说我在餐厅吃饭多好脾气哈，就是有一次我吃一盘凉菜里边有一个小肉虫爬。然后我呢就想，哎呦，我别让人家尴尬，我悄悄的把那服务员给叫过来。其实小店儿，人家服务员就是老板娘，我就说这盘菜呀，我说我有点害怕，你就帮我端走吧，端走吧。他一看那，我就说呀，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我就有点害怕，你给我端走吧。我就这样一个人，也不声张，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为什么在那面包店里发飙呢？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姐姐，她随机应变了。我明明就是排在后边，看到那个有一个苍蝇叮在那个面包上了，结果我就盯着那个面包，等到我的时候，我就说那个面包，你把它拿走吧。有一个苍蝇飞上去了，小姐姐说：“哦，那是红豆。”我那个火就上来了。当时我就想，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应变得非常好。他这应变，对，也叫应变。红豆，那红豆还在吗？然后我说你家红豆会飞吗？长翅膀了吗？然后我当时我就搂不住了。然后我后面还排着人。然后我就当人面说，我说你是接受过主持人随机应变的训练吗？对，主持人，没错。然后我说你一定给我把那个面包给我拿下去。哎呦，这个真是真的。你说这种应变有什么好处？没错，现在都网上那个购书嘛，反正就是一个买书的那么个平台。最后我买一套那个罗念生全集啊，但是最后呢，就是他就寄来一本儿，但是呢，你拆包装嘛，当时就没想着，就包装就扔了。最后发现，哎，他说你得把原包装拿来，我们才能知道是不是这个给你寄。我说我这个包装扔了，但是你确实没有给我寄这个啊。再后他说，那你没有证据说明我们没有给你寄，你把包装都拆了嘛？我发现这个吧，也的确是没办法，对吧？就是按照人家的规程，我也没有证据说明人家没给我寄这一整箱书啊。那这还不如卖菜的网站呢。卖菜网站只要你说菜不好，人家立刻把钱退给你。所以这是个姿态问题。对，我觉得是。但最后我就愤怒，你说咱们这种人，你最愤怒的，你说你能怎么着吧？掐自己大腿。没有，最后不是，问题是他没人，你知道吧？你只能通过那个网络那个信息。跟他投诉，他回的你都不知道那是机器人还是人，你知道吗？最后我发现我的愤怒到极致，就是说，你记着，你们永远记着，你们没有给我寄这一箱书，你们早晚要为这个行为付出代价的。就今儿就付出代价了，终于让你把这事儿泄愤说出来了。实际看一个人，很多时候就是看他这个
这个反应，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多人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好多错失一线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李商隐的2句诗，叫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呐。那不都是一样吗？咱就比如说啊，你分手还是不分手，你其实可能没想分手。但是你在当时的那一刻，鬼使神差的你就说出了分手。但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好，咱们仨吃饭，你说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呐，你的心其实就是主宰你所有的行为。你说我不想往那儿走，但我的脚已经把我往那方向带了。你的原话说，你的脚已经把你往那方向带了。腿肚子，我说的我的原话是腿肚子转筋朝前走。哎呦，你体验过那种脑袋就是绝不能去，腿肚子转筋你就去了。哎呦，你们没有过这样的挣扎？没有，我是可能比较理性的。什么场合就是该做一个什么反应没做出来，然后抱憾终生？没有，我觉得是不各种小的遗憾组成了可能大的一个遗憾的人生，但是没有一个，我觉得马老师不会有这么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说明我太差了。不是，就是所谓抱憾终生哈，咱都没活完，也就别抱憾终生了。就是有抱憾的事儿呢，其实是年轻时候的事儿。年轻时候，你可能过了几十年，啊，2个人又坐在一起去说当年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就差一点，啊，当时双方有一个人有勇气说出那一点，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你指的是情感方面的？情感是最主流的，情感是最主流的，也可以说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这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我可能是比较宿命的，我认为已经发生的就是唯一会发生的，就是你想的，是吗？就是你想的，而且你不管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反应，你最后都会后悔的。没有选择错这件事儿，就是你当时这么选了，就是你当时要的，也就该如此。如果你当时做了相反的选择，如今我们依然会在这儿做这样的一番对话。我觉得歌辉不会发生这种困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不是他所有的是你这太正能量了，我就是觉得不是，就歌辉的性格，就我觉得他一直就是确定的。他是一个就是绝对不内耗，对，然后情绪非常稳定的一个人，就是非常。是吗？你不觉得你头脑简单吗？不是，哎，我还真的是直肠的，真的是。他们俩，马老师，他们俩的性格就绝配。我觉得经典就是在机场，飞机已经快起飞了，是你还是你在吃东西？然后那个人就会很着急的说：“哎呀，你还要吃东西吗？飞机已经快飞了。”对，我都快疯了，当时我就觉得这2个是什么人呢？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种事？哦，就是真的，就飞机已经舱门对我们俩的一切，包括我们忘记的。你说，正如你记得我们俩的一切。他有时候这个人和人之间，笑死了。马老师，您看哈，就我们过了很多年啊，我们3个之间还总是有一些意难平。对，真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啊！是当时就是风轻云淡的看着你们这些人到现在那个内心的小九九还在意难平。哎，就是意难平，真的是。你看，耿耿于怀，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文涛那个问题的最好答案，哪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生命中到底有什么错失？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错失了什么，但是我们一辈子都在问自己，我们到底错失了什么？我已经错过了。对，他们那天还找了个那个照片，就是说，哎，什么了？就是说我跟歌辉当年在西藏照的照片，不是，主要是这照片早就看过，但是后来他们说，这挺好看的。这个照片标题叫“当时为什么不这样”？我们仨是吧？这小男孩现在应该已经有，哎呀，真是30，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30多，还有我们仨，哎，这马爷，这是我人生高光时刻，你瞧瞧，你那发型没怎么戴变。对，其实我看呆了，不是我在想我自己有很多照片都是很多照片看完就特别感慨。我们现在庆幸是我们这代人呢是非常丰富的影像资料留着了。但现在下面的年轻人他更加丰富，他恨不得生下来所有的影像都有。但你知道那天我看一个脱口秀特逗，就讲照片，说你看以前的人拿照片，你看这咱们在西藏，
这咱们在当年香港回归之后，你默默含情地看着我说，以后的人拿出去，你看，这是奶奶当年照片，这是奶奶吃的早饭，这奶奶坐飞机，飞机的翅膀。这另外20张都是飞机翅膀，对，可以1万张都是自拍，对吧？嗯，等于没有了。对，没有了我10万张，多少个 G 的，你知道吗？我想要什么照片也找不着了，等于无效，是，你知道吧？这种照片，你看，永远咱们都拿着，是不是？年年都拿出来看，找不着。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我是经常会属于那种忘记自己的年龄，就是我在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说，哇，我已经应该是，就不是做父母，都是应该是做这个奶奶辈的人了。我就是看到这个，比如说我自己孩子怎么瞬间就长大了，就是他那个就是奶声奶气、毛茸茸的记忆就仿佛在昨天，对吧？他现在突然间都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我就在想，在这个过程中哈，我就是很混沌的在为人父母，可能唯一我现在能想到我唯一做的让我觉得还很对、很自豪的事情，就是在我女儿小时候，也是有一次这个，你现在把它叫校园霸凌也好，叫什么，就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帮她撑了腰。让她作为一个这个女孩子，比较内向的、比较羞涩的女孩子，后来。他特别有战斗的勇气。你怎么撑的腰？但其实是小孩的这之间的事儿哈。他在那个时候1年级还是2年级，我记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他就是有几天回到家里以后，情绪特别的不好，特别的烦躁。后来左问右问，终于问出来，他被同学打了，被一个男生在课间的时候不仅推倒在地，然后还踩他肚子。哎呦，就是一个有女儿的妈妈听到这个的时候，会觉得简直就炸了，气炸了，心疼死了呀。后来呢，我就说不行。后来呢，他就说妈妈，我们不要去告诉老师，别那什么，我怕他再打我。哎呦，然后我想怎么会这样呢？啊，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事情妈妈一定要帮你出面解决。我说第一。你放心，我说妈妈会去找老师，而且妈妈要求老师把那个同学的家长也找来。我说第二，我说你不要害怕那个男生还会再打你。我说你放心，如果要是那个男生敢再动你一个指头的话，我说妈妈到学校去。我说我带上一个拳套，我当着你们老师同学的面把那个男生揪出来。我说妈妈打他，我说让他尝一尝，就是。以大铁拳的滋味，以大这个欺小，对吧？以强欺弱是什么滋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小嘛，对吧？对。他说妈妈，你是主持人，你不能这么做。我说妈妈向你保证，我一定就会这么做。我说如果他的老师不处理，如果他的家长不让他认错，好，老师也很负责任，把那个男生的家长也找来了。但是我就总怀疑，我说真的吗？那个男生怎么会这么残忍？后来呢？就是经过双方的沟通协调，我才明白，那个男生呢，平时呢其实是个好孩子，但是他属于那种可能又不是特别善于表达，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被人说了以后，他就会产生一种暴力情绪，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发泄，所以他就在课间的时候，反正可能跟我女儿就这么一口角，然后呢，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就真打了。真打了以后呢，我就跟他的家长说，他的家长也使劲的跟我道歉。后来我说这样，我说我只希望您让孩子道歉，但是那个家长已经做了孩子的工作，孩子确实是来道歉，还拿了一个娃娃，就是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特别憨的娃娃送给我女儿，真的道歉，而且说他的家长也非常的 nice， 他就说你向这个丁如许保证说，以后我来保护你，我绝对不再打你。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赶快鼓励2个孩子，然后我又送了他一本书，叫《爱的教育》。这教育工程，我就觉得说，我得承认人家本质应该是个好孩子，你还是正向去鼓励嘛。就从此之后，他们2个成为好哥们儿了，真的是属于那种他动不动就说，哎，就有人打你吗？我去，就是那种。他们这个友谊一直保持到后来，他们又各自上各自的学，一直保持到高中。不仅仅是如此，其实我觉得给一个就是你给一个女儿
给他去撑了腰，让他有这个勇气向校园霸凌说 no 的时候吧，我女儿其实她是她的这个经历有点动荡，所以这不断的要去应对这种变化，转了6次7次学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对孩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有很多的负面。对他，因为每到一个新环境，他都要去适应，他都要去战胜孤独，对，战胜这种怯懦，因为会有这种冷暴力吗？这个甚至是一些欺凌嘛，对。但是他后来变得特别勇敢。他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有男生在那个网站里边，就是对女生有话语上的侮辱，他就敢跑到那个网站下面去要求那个学校开除那个男生。这不跟鲁豫似的吗？我说那男生有可能对你那个进行报复啊。他说妈妈我不怕，就是他从一个被人欺负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斗士，他敢了。后来他后来学艺术嘛，就做了好多那个就是怎么帮助女生去发声的这种作品。你看处理就是关键，这是怎么处理。我就说这个应变呢，对，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无关的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历史故事，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极致，这个人的反应，您肯定知道，就吴起，就是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著名的大将，这个吴起啊，就是等于跟诸侯说是76战，大战76，全胜64。就这么一个厉害的将军，真深通兵法。后来呢，跟了这个楚悼王，跟了楚悼王，他要这个变法，但变法就得罪旧贵族嘛，得罪旧贵族，楚悼王死了，他回去奔丧，当时就在这个朝堂之上啊，就是这些旧贵族就拿剑就射杀了这个吴起。这吴起一看这贵族拿这个弓箭都对着他，他说：“让你们看看我的兵法。”他肯定是必死了，对吧？但他说让你们看看我的兵法，一下子扑到楚悼王的尸身之上，这些贵族们射死了他，这个箭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上。而这个楚国有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好像叫什么立兵什么王尸，就是说你把兵刃加于这个王的尸体上，灭3族。所以你让他最后时刻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兵法就是这个人我已经死了，但是我死以前，你们所有这些个要杀我的人，全3族。我就说这极致和这个反应啊，我给你讲一个更极端的下层人的例子，你是上层人，对不对？我在我这个新书里《背影》，第2本出来了，对，出来我到时候给你啊，给你们都给你们，还卖得挺火，卖得很火啊。我在里头呢，刻意的要写一部分人，就是我准备写100个人，这100个人构成了中国100年的历史，每个人的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那我这里呢，有在社会上层的人，中层、下层，我专门写了一个，第2本里专门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这个人呢，我们那时候背后就叫他破烂张，现在有一个文言词叫拾荒者，过去就是说捡破烂的。这个人很有意思，是一个喝街的人带我去的。那时候在北京南城那棚户区进去的时候，夏天特热，那个整个那个胡同里都特别味儿，因为全是拾破烂分类的嘛。他就比较有头脑，就是在他这个拾破烂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些东西跟人家东西不一样，他就把它卖。那时候80年代嘛，我那时候20几岁。比如他看这盘子不一样，他就跟人家要过来，可能3块钱买，5块钱卖，他也不知是什么。我就问他，那人都60多岁了，都叫张大爷，说大爷您懂这个吗？他说我不用懂，买的人准懂，就是我有钱管着，对吧？我5块钱买的，我10块钱也能卖，15块钱也能卖，急了我6块钱就能卖，对不对？反正我有本管着。这老头呢，因为他有经营头脑，拾破烂的人也有经营头脑，他就在那一条胡同里所有拾破烂，那都是河北来的人，他就我们老乡，他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户，然后会有我们这样的人啊，我们尽管也衣冠不整，但是一看就不是那条胡同的人，出进买他东西。我第一个唐代的，那时候只有博物馆里能看见唐代寿州窑的一个黄的壶，短流的壶，就是他卖我的15块钱。
啊，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卖我15，也不许还价，我就买了。后来他就受嫉妒，嫉妒就周围人就举报他。那时候这个没有，那时候文物保护法还没出来呢哈，就让人举报他呢，又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警察就回训他。结果有一天早上，那警察来就带他走，一路上不跟他说话，老头就觉得今儿气氛不好，因为每回警察的还得问问他，大爷你这什么这那个，就回去训一顿就放回来了。结果一进那派出所呢，这老头呢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他是那种布的裤腰带，他说我这老寒腿啊，就夏天都得穿棉裤。说我早上就想死，就找不着死的地儿，我终于找着这死的地儿。他这派出所，这也是一武器啊！你听着，这也是一个他的那个暖气管子上拴带子，那派出所所长看见了，说：“哎，看着点，这出了事儿算谁的？”然后警察说：“怎么回事？”他说：“人举报，他说他倒卖文物，又没有什么事实。”然后说训他，那老头就是老想死，是看着他，别让他惹事。这时候呢，这不上午了吗？上午呢，不知谁送给这所长呢一点匣子和一果篮儿，然后那个所长就说：“你把大爷给送家去啊！”跟那警察说：“这一直送到家啊，路上都不能出事儿，出事儿都是咱的，赶紧把他弄回去。”你想这早上上午，警察把老头带走了，临近中午，老头拎着点匣子和这果篮回来了，这胡同人怎么看他哈？这老头什么路子？到了到了家以后呢，简单吃个中饭，休息了，下午就牛了。我们这些人绝对没有老头这种心胸。他下午呢睡醒了以后呢，他周圈啊，一共那么7、8个人，10来个人，反正每户他把那点心匣子2、3块点心一盘，搁俩水果，他把这个果篮和点心匣子分了12份，一家送1份。嘿。我不问是谁举报的我，你搁我们都肯定恨死我，谁举报的我？我肯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得报复干什么？他没有，他不想知道。换句话说，他知道了，我也给你留面子。我把这东西分成12份，一人1份。这叫会做人呐！什么叫格局？我那天就懂了。哎，什么叫心胸？我那天也懂了。咱们都做不到。什么叫社会贤达？那这才是社会贤达。你这个叫 call back。但他心里面那个坎儿依然会有啊。没有了，他心里就彻底把这个事儿解了。他不想知道是谁，那就是境界不同。然后呢，我们理解不了。我们反而受过教育的人都不行。对，没错。他一定要找出来是谁举报的我，谁使的坏。不是，我心里面会不舒服，我可能找不出来，但我心里会那个坎儿会不舒服啊。他没有，他把这点心分完以后，整个我就发现一个时局，就整个情况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们原来一进那胡同，所有的户里都是那种敌视的看着你，明白吧？自打那天以后，我再去，所有人都说来了，又来了，就开始跟你打招呼，全都是好人了。这家伙也没人举报了。民间有智慧。送一本书叫《爱的什么来着》？爱的教育，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签名社会贤达。我们不能认为你活在就是你受教育的程度和你活在社会的这个层面，你不要认为越高你就越会处理问题。对了，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小事儿，你会弄成最后弄成一死结。这对，他就是有这个办法。当时我看完，我说大爷你行啊你，这大爷太高了。我告诉你，我再告诉你一个神事儿哈，这就叫出事儿啊！我那些年去这些最上面的最大的大家，王世襄家，对吧？最底层就是这破烂张家，他们全家都有一告示，王世襄家就挂一告示。到现在那个照片还有，就叫接上级指示，不给来人鉴定文物什么的。老头是这绝对的，谁去过他们家都看过这个哈。对，这张大爷行，他居然有一告示，他怎么写呢？他接不着上级指示，他没上级，他写一个说最近肝炎流行，啊，送货的上午来，买货的下午来。我说这肝炎流行跟他上午下午有什么关系？想半天明白了，他怕这送货和买货来了撞上。哦，你给我送货隔离，哎你买货的恕不接待啊！你要买东西的上午别来，你撞上那送货的，你们就会跳槽，不能让他们俩人一挤个眼就出去了，再把他中间的这个槽给跳了。哎呦，所以当时我看老头这家里有这么一告示，那时候我上人家，那时候老去人家，不像现在没人。我那时候就是被人拉着走街串巷上人家的事儿多了。从来没接过贴告示，除了王世襄知识分子和破烂张家接过告示。
哎，这真是，反倒是我们这个智力中间的人呐，可能整天犹犹豫豫、左摇右摆，不知道如何选择，而且老是在利益面前权衡。对，你内心的权衡，比如你有时候是重利，有时候你还要重名，干什么？你要纯粹重利倒简单，就犹豫，你占一头。对，我们这犹豫不决，飞机快飞了，还吃吗？但其实有的时候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特别有用。咱们有一次做业务探讨，你还记得吗？当时是好像是北京还是哪做一个很大的什么电视周电视节，然后有个闭幕式和开幕式，开幕式现场直播。有专业主持人，还有可能某个明星来客串，要讲中文跟英文。那比如说我们就说啊，欢迎来到什么第几届北京什么国际电视周开幕式。然后有一个明星他需要说英文，英文就是 Welco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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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Welcome 很简单，那开幕式对一个不学英文的人，他只是学发音的话，其实挺难的。你忘了吗？那人拿起那个麦克风 ，Welcome， 然后忘了放下麦克风。愣了一愣，想起来吧，然后又 welcome， 还是不会说，又放下。第3次 welcome， 旁边专业主持人就接过去说 welcome 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在聊说怎么办呢？旁边一个摄像说，哎呀，他怎么这么笨？他应该说 welcome。这不是这特别好吧？反应，当时我们觉得这特别对。如果这最适合，当时咱们就觉得对 welcome 一块张开手。你简直是教我的呀！这就是适合我这英语，我要碰这场合 welcome。当时我们觉得 welcome， 对吧？但我们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笑死我，就一直记得。我说对，其实到了关键时刻，你就不要抖机灵，不要挑战自己，就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它最管用、最有效。真是这个，真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个真是，我觉得处处都是智慧啊，智慧的发光啊！你想我这俩闺蜜，你想这到今天，我一直没有机会用这个，我一直想我以后关键时刻万一我忘词，我就说 welcome。对呀，我下次肯定用，我就不用背他们那些英语那些词儿了。而且你不能说一次，你得说 welcome， 然后最后再张开双臂 welcome， 它才管用。我像个放大镜一样说，你知道吗？哎呦，真是。就是人生是在所有错误中积累经验。我现在就属于我渐渐认知到，要不活不下去。就是说啊，人无往而不在错误当中。是对，怎么老犯错误呢？我就烦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想起你来电显示的那个错，什么来电显示？都忘了。你看他记得我们俩的一切，我们都忘了。什么叫来电显示啊？你忘了吗？当时是这样的，电话有一个功能叫来电显示，座机有个来电显示功能。然后文涛当时我们在香港，文涛的家是在深圳还是广州？广州。当时住广州。哦，他回到广州想孩子玩什么的，然后就给人打电话说，我今儿去不了了那个事儿哈，我今儿没回到广州。那人说。你这不来电显示在广州呢吗？020，文涛当时惊呆了，说这什么黑科技？我当时不知道，知道吧？给人撒谎。你看这应对，还是你说的对，不能靠撒谎，尽量别撒谎，对吧？来电显示。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说瞎话，说瞎话在儿童心理学里是心智成熟的第一标志，就是他开始用瞎话来遮这件事儿。当然不是说瞎话好，是他知道有利弊了。那我们生活中经常有时候说一些瞎话，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其实你去了，你跟你说我没去，是你懒得说昨天晚上那事儿，就用简单的方法就回避了。这个不是什么不存害人之心，就他们目的不是为了就蒙人、骗人、害人，是节省生活成本。你看这老人家，你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参加人家这个什么电影开幕式，那电影不怎么样，是吧？你回来你问我，你说你昨天去了吗？我不想说，那我说我没看，这事就简单了。如果我说去了，你非摁着我说我不想说，那不行，你得说，那我到底说好说不好，就这个意思。你瞧老江湖，所以你看。我的人生，我觉得多么的富足，有这样的老江湖下套，还有这样的红颜知己折磨我这么多年，还有一个能够记住过往所有的一些事儿。哎呀，我觉得我真是拥有你们，我真的是特别幸福，真的，而且真的你们两个愿意同时来，因为我担心你们两个还互相瞧不上，我就居然愿意同时来，我真是特别感动。马爷您甭嫌恶心，我今天来我还想。哎，我突然偶然啊，我听到一个歌，我就觉得这个歌词啊，就是太说咱们仨了。
你又开始煽情。文涛以前看新闻联播都会哭的那种。这个歌呢叫手足情，我就说你看他这歌词写的，定性了手足情。你看你，还是你反应机灵。就我跟你说，我就觉得说哦，我就默认了。虽然不能天天见面的，不是我能唱两句吗？可以啊。哎呀妈！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却总是在我眼前。虽然相隔千里遥远，你看到后来咱们1年也见不着一回，都离得很远。解释，赶紧唱。你却记挂我在心，又五言不全了。你还是念好。尽管如今少见面，手足之情永不变。哎，你确定这歌是这么唱吗？我从来不能确定。还有比歌更重要的。那就是促成我们这样的世纪之缘的，还是广汽本田冠道，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一点都不生硬，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吸引力法则。对。就讲这个撒切尔夫人。成扎染了。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却总是在我眼前。后面是个粉的君瑶。你却记挂我在心间。罗念生全集啊。我特别喜欢李商隐。唐代寿州窑的一个黄的。人间事情千变万变，我俩的笑声王世襄家对吧？跟相识一样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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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相识一样甜。天哪，这歌怎么这么不深情？这歌我完全没听过。对呀，你当时不老唱什么小芳？还不是小芳？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不是他当时唱的不是小芳，当时唱的你却总是在我眼前。你看，不正式来我就会唱。当时有没有歌叫小薇？哎，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这谁唱的？她黄品源。哦，他有双是有这么一个来着，温柔的眼睛，他悄悄走入我的心。对，这歌当年你强迫我听过，我就是你唱的。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